这个世界按考试分数购买预售，成绩全球第一的我能购买 SSS 级玉林冰蛇，而排名垫底的姐姐只能选择 F 级的烈焰火狐。可杨姐却联合养父母逼我交出冰蛇，万般无奈下，我只能用剩下的分数再买了火狐。这导致高温末世来临后，我却没多余的分数买保命道具，而姐姐白得了我的冰蛇，却连一点分数都不愿分给我活下去。怎料高温突然结束，极寒一夜到来，他们三人直接被冻成了冰雕，我却因为火狐自带的高温幸存下来。哪知火狐早就爱慕上姐姐，杨姐林倩去世后，她竟设计害我殒命。可再次睁眼，我竟回到购买预售之时。前世考试成绩出来的前2天，高温末世降临，热浪席卷全球，带走了许多生命。正人心惶惶之际，系统降临，每个人类都能绑定一位兽人，根据过往考试成绩选定，分数越高，能选的兽人实力越强悍，相反则只能绑定别人挑剩的残次品。看着眼前和前世同样的高分，我开始期待接下来的戏码。妹妹，分数查得怎么样？果然，林倩挎着养父母的胳膊，趾高气扬地闯了进来。全球第一。听到我的回答，林倩眼里满是嫉妒与恨意。见她这副模样，我心下冷笑。她向来仗着养父母的宠爱，处处压我一头，一边瞧不上我，又在有求于我时不得不卑微讨好。林父林母倒是喜出望外，挂着虚伪的笑凑上来。真的啊，我们妍妍就是争气。可不是嘛，这要是放在以前，那就是状元郎的水准。这番吹捧让林倩的脸色更加难看，她冷哼一声，语气尖酸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末日都来了，成绩好能当饭吃吗？能活下来才是真本事。见她着急给我泼冷水，我嘴角勾起一抹凉薄的弧度。可我分数高，能优先选择高等级预售呀，而这就是我活下去的最大保障。林倩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显然是被戳中了要害。她愣了几秒，才想起自己此行的目的，连忙换上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妹妹，你还没选兽人吧？还没来得及。那妹妹想选哪种兽人呀？这就不用你费心了，顶级兽人名录里的选项应该都不会差，不管选哪只，总归护住我性命是够了。这话刺痛了林倩，她神色瞬间变得阴鸷。妹妹，你打开选择界面，让我们看看呗。我长这么大，还没见过顶级预售呢。她这话刚说完，林父林母就像是接到了信号，立刻帮腔。妍妍，倩倩成绩不好，这辈子都没机会见到顶级兽人，你就满足她这个小愿望呗。三人的算盘打得震天响，我心中冷笑，面上却故作顺从，抬手点开了兽人选择界面，两道投影瞬间浮现在房间中央，一条通体雪白的白蛇慵懒地盘踞在雪地之上，另一只则是火红色的狐狸，眼神桀骜，端坐于岩石之巅。林倩的目光一触及火狐，瞬间亮得惊人，而我看着那道红色狐影，眼中寒意弥漫。妹妹，你把这只火狐给我吧。听到和前世完全不同的选择，我明白林倩也重生了，她定然是知道高温会很快过去，极寒即将来临，所以才抢夺火属性的预售。我装作不舍悲愤的模样。凭什么？我的优先选择权为什么要让给你？林妍，你做妹妹的，让一让姐姐怎么了？你分数比倩倩的高，多护着点姐姐，又不会少块肉。我本想着他们若愿意悔改，我不是不能帮他们一把，可见他们依旧偏袒林倩的模样，我彻底心死放弃。一旁的林倩满脸委屈。妹妹，你也知道我成绩不好，现在气温这么高，我也没要那条冰蛇，可你就连火狐都不愿让给我吗？要不是见过上辈子他抢白蛇的狠毒样子，可能还真觉得他说的有理。前世在高温炙烤下，林倩一眼就看中了冰蛇的冰属性，养父母则在一旁轮番上阵，硬是逼着我把冰蛇让给了他。可抢走冰蛇后，姐姐却半点不珍惜，既不肯花分数给冰蛇提升实力，也不愿做系统任务，导致冰蛇一直停留在幼体状态。极寒降临后，更是毫不犹豫将它抛弃。但他们三人也没熬过酷寒，冻成了冰雕，而我绑定的火狐竟是只吞金兽。为了喂养它，我一次次踏入系统发布的生死游戏，用命赚取积分换它成长。本以为自己的付出能换来火狐的忠诚，却没想到他早已爱上了姐姐。杨姐死后，更是设计害我殒命。也好，既然他这么想要，我便成全他。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我，他如何能撑得起这只吞金狐狸。我指尖一动，直接点击了冰蛇的绑定按钮，几乎是瞬间，虚拟投影消散，一条雪白的小蛇凭空出现，顺着我的手腕缓缓爬上，冰凉的触感瞬间驱散了房间里的燥热，温度骤降了10几度。林倩看到我选择了冰蛇，明显松了口气，连忙上前一步，语气急切。妹妹，我的分数不够换火狐，你能不能用你的分数帮我换了它？我以后一定把赚来的积分都分给你。我的分数换了火狐，我用什么兑换保命物资呢？我轻轻抚摸着小蛇冰凉的鳞片，它像是有灵性一般，用小脑袋蹭了蹭我的掌心。末日里积分就是性命，我可不敢赌。我的分数可以分给你一部分啊，这样咱们家就有2只顶级兽人了，以后互相照应，
肯定能在末日里站稳脚跟。我差点被他的话逗笑，前世他也是这么说，结果我把冰蛇让给他后，他一点分数都不给我，眼睁睁看着我艰难求生，这一世他还想故技重施。不如这样，你把你的分数先全都转给我，还差多少让爸妈给你补上。我的分数作为家里的公共储备，专门用来兑换物资和提升兽人实力，怎么样？不行，林倩想都没想就拒绝了，林父林母也跟着帮腔。妍妍，你这就不对了，倩倩的分数是她自己辛苦考来的，怎么能都给你？你就先帮她换了火狐，以后咱们再慢慢商量积分的事。合着用我的分数就是应该的，用他的分数就不行？你们是想让我花光自己的分数，然后在末日里自生自灭是吗？林倩委屈的红了眼眶，我以后肯定会帮你的。我懒得再和他们虚与委蛇，抬手做事要关闭选择界面。废话少说，要么用你们自己的分数换，要么我就放弃这个名额，让给别人。林倩的脸色瞬间惨白，她看着火狐的投影，眼里满是不舍，看我手指就要落在放弃按钮上，她终于咬牙妥协。好，我把分数转给你。看着他们三人将所有分数悉数转到我名下，我才慢悠悠帮林倩兑换了火狐。火红色的小狐狸一出现，就亲昵地蹭了蹭林倩手心，林倩脸上立刻露出得意的笑容。好了，兽人已经换给你了，你们可以出去了。我语气冷淡地下了逐客令，在他们怨毒的目光中，砰一声关上了房门。门外传来林倩兴奋的欢呼声，我却丝毫不在意。她很快就会知道喂养这只火狐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。房门关上的瞬间，我立刻打开系统商场，将刚刚到手的分数疯狂兑换起来。冰蛇专用的营养药剂，能加速成长的灵韵丹，蕴含纯粹冰元素的冰晶核，只要是能提升冰蛇实力的东西，我来者不拒，半点不心疼。这只冰蛇前世被林倩糟蹋的不成样子，这一世我定要让它绽放出应有的光芒。在我的精心喂养下，小蛇的成长速度快得惊人，前几天还只有手指粗细，短短几天过去，已经变得沉甸甸的了。你再这么长大下去，我可就抱不动你了。我用指尖轻轻点了点它的小脑袋，它似乎有些不满，微微歪头，伸出分叉的舌信，轻轻触了触我的指尖。这副懵懂又亲昵的模样实在太可爱了，我忍不住低头，在它的脑袋上吧唧了一口。没想到这一吧唧，它雪白的鳞片竟然泛起了淡淡的粉色，像是害羞了一般，身体也微微蜷缩起来，活脱脱一条粉蛇。我被它的反应逗笑，揉了揉它脑袋，没想到你还会害羞。安抚好冰蛇，我开始规划接下来的行动。虽然现在有足够的分数喂养它，但坐吃山空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极寒很快就要来临，我需要储备更多的积分和物资。好在我有前世参加系统游戏的记忆，知道哪些游戏积分高，风险低，哪些关卡有隐藏奖励。凭借这些经验，赚取积分对我来说并不算难事。等吃饭时，林倩还稀罕地抱着她的宝贝狐狸。这么热的天，抱着火狐，你也不嫌热。我将一瓶饮料放在冰蛇身上3秒，饮料表面立马结起一层冰晶。在这高温末日里，冰蛇就是移动的冰箱。你懂什么？林倩翻了个白眼。等过些日子，我的火狐肯定能派上大用场。说完，她这才看清我身边的白蛇。它怎么长这么大了？如今冰蛇立起身子，已经能到我腰部的高度了。此刻它正乖乖巧巧立在我身旁。这当然是喂大的。我指了指它那只狐狸，语带嫌弃：你该不会啥都不喂它吧？那它不就长不大了吗？火狐听到我这句话，眼里闪过莫名的光，我顿时一阵恶寒。这破狐狸想整什么幺蛾子？这一世我成全了他和林倩，他还存着什么破心思呢？什么？你用你的分数全拿来养这条破蛇了？他故意飙高音，生怕林父林母听不到似的。果然下一秒他们就冲出房门。林言，你这个白眼狼，你竟然把分数都花在一条蛇身上，那些分数可是咱们一起用的，你给花完了，接下来我们怎么活呀？林倩见此一脸得意，我却只觉得可笑。这种境地下还想拿林父林母压我一头，显摆优越感。我的分数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当初你们把分数都转给我是为了给林倩换火狐，现在火狐已经换了，我的分数怎么支配？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。林父林母气得说不出话来。见此林倩急了，这可是爸妈的房子，你不怕我们把你丢出去自生自灭吗？我盘了盘身边的小冰蛇，不甚在意。我有白蛇在，就算被赶出去我也能安稳的活着。可你们呢？家里的空调快顶不住了吧？况且你这火狐还是个大火炉，你确定要把我俩丢出去吗？你等着，高温很快就会过去，你就等着被冻成冰雕吧。林倩气急败坏，将心里话脱口而出。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，要是不好好养养你的火狐，你觉得他到时候有能力护住你吗？说完，我不再理会他们怨毒的目光，转身回了房间。而林倩果然被我的话刺激到，再加上火狐对她的不满，她只能不情不愿开始做系统任务。可以她的水平，每次从游戏出来都浑身是伤，赚来的积分却寥寥无几，根本不够火狐塞牙缝。终于，在林倩又一次狼狈地从游戏里出来后，火狐敲响了我的房门。打开门便见那小狐狸蹲在门口，眼神复杂地看着我。他进来跳上书桌，用爪子在键盘上敲打出一行字：林言，
你不该选择白蛇，极寒末日里，我才是最适合你的伙伴。看到这些话，我心中冷笑，这只火狐果然也重生了。前世他背叛我的场景历历在目，这一世他竟然还想故技重施。我身边的冰蛇似乎察觉到了火狐的敌意，平时可爱的豆豆眼也变得锐利起来，尾巴在地板上轻轻拍打，显示出他此刻的烦躁。我一下下顺着冰蛇的鳞片安抚着。破狐狸，你也是重生回来的吧？那你就该记得前世你是怎么对我的。你觉得我还会再相信你吗？火狐的爪子在键盘上快速敲击。前世是我被灵剑迷惑了，我后来后悔了。你死后，我也跟着自爆了。这一世，我只想和你绑定，保护你。瞧着火狐眼里的悔恨，但我已经不会再心软。我已经有了最好的伙伴，你还是回去找你的灵茜吧。说完，不等那狐狸继续打字，一条雪白的尾巴就直接将它扫出了门，还顺带关门上锁，一气呵成。我正想安抚暴躁的冰蛇，猛然一双手轻轻从背后抱住了我，冰凉的气息打在耳后。你前世选择了他吗？原来我不是你的第一选择，你是因为没得选才选的我吗？他语带委屈，我却震惊的回不过神。化形了，上一世冰蛇压根就没化形。我难以置信的转过身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极其俊美的男人，雪白的长发垂落肩头，一双银白的眼眸像是盛着漫天星辰，此刻正湿漉漉的看着我。我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连忙解释，不是的，前世我本来就想选你，是林谦他们联手抢走了你的绑定资格，我实在没办法才选了火狐的，你才是我心中唯一的选择。听到我的话，他的眼眸瞬间亮了起来，像是冰雪消融，绽放出耀眼的光芒。他伸手轻轻握住我的手，冰凉的触感还带着一丝颤抖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我用力点头，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雪白的头发，你的毛发和鳞片一样顺滑。被我触碰，他的脸颊瞬间泛起一层粉色，像是害羞了一般，连忙低下头，不敢看我。看着他这副模样，我忍不住笑了出来。你还会害羞啊？对了，你有名字吗？白绝。他的声音低沉悦耳，带着一丝羞赧。我的名字叫白绝。很好听的名字，以后我就叫你白绝了。白蛇抬起头，眼神温柔地看着我，轻轻嗯了一声，他的蛇尾轻轻缠绕上我的脚踝，冰凉的触感带着一丝安心。而另一边，林茜和火狐的矛盾越来越深，火狐嫌弃林茜转分太慢，经常对他发脾气，林茜则觉得火狐不知好歹，对他越来越敷衍。看着他们互相折磨，我心中没有丝毫波澜，这都是他们自己选的路，后果自然要自己承担。而我凭借着对游戏的经验，早早就开始参加游戏，积攒起了分数。每次进入游戏，白绝都焦躁地在房间等我，直到看到我安然无恙出来，才会恢复平时的温顺状态。在我的努力下，积分越来越多，物资也储备得越来越充足，白绝的实力也在稳步提升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外面的气温渐渐恢复了正常，所有人都开心，以为末日即将结束。我却望着窗外，眉头紧皱。前世高温的确没持续太久，温度慢慢变回正常，可当所有人放松警惕时，气温却猛然降低。等到世界结上一层冰霜时，城市里便会出现许多没有理智的野兽。上一世我就是被火狐坑害在这群野兽口中，看出我的忧虑，白绝从背后拥住了我。你放心，我会努力修炼，一定能保护好你。听着他的声音，我安心了不少，还有心思逗他。天气有些冷了，不如我们做点暖和的事情。这边白绝又开始变成了一条粉色扭扭捏捏的蛇了，而我已经支起了红彤彤的锅底，举着筷子准备涮肉了。你不吃吗？看我已经支起了火锅，小白蛇好像有些气恼。我愣了一下，笑出声，真是一条可爱不经斗的别扭小蛇。之后几天，气温总算回归常态，且有持续走低的趋势，林茜便急着逼我交出分数。林言，你风光的日子该到头了，接下来可是极寒末日，你还带着这么个冷冰冰的蛇人，10项点就把分数交出来，爸妈还能给你留个立足之地，不然你就带着他出去流浪。林茜双手环在胸前，一副倨傲的模样，我看着默不作声的林父林母。你们也是这个意思，要是我不交出分数，就只能被你们赶出门。他们脸上闪过一丝短暂的纠结，随即就变得无比坚定。没错，妍妍啊，你就把分数交给茜茜吧，咱们终究是一家人，你要是执意不交出分数，就带着你的蛇离开这儿。我原本还打算起码要保障你们日后吃喝不愁，现在看来根本没必要。既然你们心里只有林茜，那也别怪我日后对你们不管不顾。此时天色尚未完全暗透，气温不过是刚入冬的微凉，尚且能够忍受。我带着白绝走出了家门，街道上已有零星的野兽在游荡，只是他们似乎都忌惮着我身旁的冰蛇，一个个都远远地躲着，不敢靠近。咱们先找监控房子凑合一晚吧。跟我来。白绝语气笃定，仿佛早有目的地，拉着我的手就往前走去。很快，我们来到一栋漆黑的别墅前，冰蛇熟门熟路地推开大门，我满是疑惑地看向他，等着他解释。这是我以前攒下的老婆本，后来没来得及用上，就被系统抓去当绑定兽人。通过他的一番解释，我才知晓，系统为人类绑定的兽人，原本都是在这个世界上修炼已久的精怪。就这样，我顺理成章地住进了白绝的别墅里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会这么快就再次见到林茜。再一次做系统任务时，我身旁站着白绝，而林茜的身边则立着一个红发如烈火般张扬的男人。那个人我再熟悉不过，正是那只狐狸李火。哟，被赶出家门，居然还能活到现在，
算你命大。林倩语气里满是讥讽，看着他身上依旧未愈的伤痕，我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他脑袋是不清醒吗？既然都能带着李火一同进入游戏，难道还看不出这只狐狸根本就没有护着他的心思？上辈子李火就只会心安理得的吞噬我用性命换来的分数修炼，从不肯陪我一同进入游戏并肩作战。看来这只狐狸性子从来就没改过。我能不能活下去就不劳你费心了，你还是先关心关心自己吧。都能把兽人带进游戏了，反倒把自己搞得这般狼狈。我毫不客气地回怼。林倩下意识地看了李火一眼，眼底满是藏不住的不满。我与白绝并肩作战，一路披荆斩棘，我的智力加持配上他的强悍武力，暂且还没遇到过对手。没过多久，我们手中积攒的分数就已经相当可观。与此同时，白绝也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极寒末日做着准备。他自身本就不惧严寒，他真正担心的是我难以承受那般极低的温度。即便他早已加固了别墅，确保供暖不会中断，却依旧想要做到万无一失。为了护我周全，他竟开始修习与自己本源元素相悖的火系功法。看着他一次次潜心修习，一次次受伤又艰难愈合，我不止一次劝他停止这种伤害自己的行为，可他总是表面应下，背地里依旧偷偷钻研，却始终没能找到水火共存的法门。眼看着气温一路跌至零下几十度，他的神色也变得愈发焦急。我生怕他一时冲动走火入魔，便日日守在他身边，连末日游戏也极少参与了。很快我便听说林倩去世了，殒命在一场末日游戏里。那场游戏的难度并不算高，他身边还跟着李火，可最终只有李火安然无恙的出来。他出来时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伤口，脸上也没有半分失去主人的悲戚，神色平静的可怕。我瞬间想起上辈子自己临死前，他也是这般面无表情的站在一旁，冷眼看着我。这只狐狸果然是兽性难改。就在林倩去世后没多久，李火竟主动找上门来，他身后还跟着一群尚未修出人形的野兽，个个面露凶光。林倩已经不在了，我可以更换主人了，你愿意和我绑定吗？李火开门见山，虽说一个人可以绑定不止一个兽人，但对我而言，有白绝一个就足够了。林倩是怎么死的？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反而冷声追问。李火嗤笑一声，脸上满是不屑。还不是因为他太没用，脑子又笨，连你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，靠他赚来的那点零星分数根本不够我修成人形。既然他供养不起你，你这些日子又是靠什么法子提升修炼速度的呢？很简单，我哄着他跟我签了协议契约，他损耗1分，我便能增强1分实力，所以他每次在游戏里受伤，对我而言都是绝佳的养分。李火说的理直气壮，毫无愧疚之意。所以你就眼睁睁看着他殒命，连一丝一毫的援手都不肯伸。李火，你还真是死性不改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选择你？凭你这自私自利的性子，还是你这视人命如草芥的态度？接二连三的被我当众落面子，李火的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。林言，你最好想清楚，这是我最后给你的机会，今日你不答应，日后就算你跪下求我，也休想再绑定我。白绝早已被他这番狂妄的话语激怒，瞬间出手将李火击退到门外，冷喝一声：“起开！”李火抬手勉强挡下这一击，站在漫天风雪中打量了白绝片刻，随即露出一副了然的神色。林言，你这破蛇这般强行修习火系功法，迟早会耗尽元气变成一条死蛇。你觉得他还能护你多久？不如趁早看清形势，来我身边，我还能护你周全。李火，你大可放心，这辈子就算是死，我也绝不会死在你面前。上辈子的惨痛教训，足以让我记一辈子。送走李火后，我的神色愈发凝重。白绝这般强行修习相悖功法的做法，确实不能再继续下去了。没过多久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林父林母竟然冒着外面的漫天大雪找上门来了。他们赶到别墅门口时，浑身早已冻得瑟瑟发抖，气息微弱，只剩最后一口气吊着。我让白绝将他们扶进屋里，屋内的温暖让他们渐渐缓了过来。缓过劲后，两人的目光便开始在这栋宽敞的别墅里四处打量，眼底闪烁着精明的光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的房子呢？我开门见山，语气冷淡。林母立刻换上一副悲戚的模样，打起了亲情牌。妍妍啊，你走了之后，我天天茶不思饭不想，整日担心你在外边受委屈。这么冷的天，你一个女孩子带着兽人，可怎么生活？林父在一旁假意劝慰着林母，话里话外却都在打压我。你也别太难过了，你看咱们妍妍多有本事，都能住上这么大的房子了。既然她过得这么好，咱们也能放心了。我懒得跟他们这般虚与委蛇，直接戳破他们的伪装。有话直说吧，当初是你们亲手把我赶出来的，如今又来找我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两人对视一眼，有些心虚，却还是硬着头皮。当时也是迫不得已啊，现在倩倩也没了，我们就只剩你了。你也知道，当初家里的分数都凑给你妹妹买那只狐狸了，现在我们根本没有生活来源，你可不能不管我们啊！现在才想起我，未免也太晚了些。当初你们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，全然不顾我能不能活下来，如今却能这般理直气壮的要求我管你们。你们不是有林倩就足够了吗？今日救你们一命，就当是还了你们的养恩，日后能不能活下去，就各凭本事吧。说完，我便转身往楼上走去。走到楼梯半途时，
却又停顿了一下，回头看向他们。我曾经给过你们机会，也想过好好供养你们生活，是你们亲手放弃了我。话音落下，我便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房间。冬日的夜晚总是格外漫长漆黑，楼下客厅里很快就传来了两人压低声音的窃窃私语。你说那只狐狸的话，会不会是骗我们的？不管是不是骗我们，只要有一丝希望能救活倩倩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可我们哪里会是那条蛇的对手啊？这天气这么冷，蛇类总归熬不过冬眠的天性，等它变得虚弱的时候，我们再动手。那妍妍怎么办？她要是还懂点事，肯配合我们，我就还认她这个女儿。她要是不识好歹，敢拦着我们救倩倩，那就别怪我心狠了。漆黑的楼道里，我赤着脚站在角落，静静地听着他们的阴谋盘算。周身的气息冷到了极点，我一言不发，转身默默退回了房间。白绝确实因为天气太过寒冷，加上强行修习火系功法，精神状态越来越差，他的蛇身变得愈发庞大。此刻正静静地盘在房间中央的地毯上，气息微弱。我走过去，轻轻坐在他的身边，他缓缓舒展身体，将我温柔地圈在中间，硕大的脑袋带着浓浓的困顿，轻轻靠在我的腿上。我伸出手，一下又一下地轻抚着他额头上冰凉的鳞片，心中已然下定了决心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护住他，谁都不能伤害他。从第二天起，林父林母的态度突然变得殷勤起来，他们主动打扫家里的卫生，精心准备一日三餐，说话也变得格外贴心，一时间倒真像一对宠爱孩子的慈爱家长。若不是早已知晓他们的阴谋，或许我真会被这份表面的亲近所迷惑。我冷眼看着他们在我面前忙前忙后，心里十分清楚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能救活林倩。两人还时常偷偷摸摸在我房门外徘徊，听着里面的动静，他们大概以为房间里只有一条无精打采、即将进入冬眠的大蛇。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我故意出声，打破了他们的伪装。两人慌忙藏起手中的匕首，转过身来，神色心虚。妍妍啊，你没去楼下吃饭吗？我已经吃过了，你们在我房间门口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我们就是看你的兽人没下楼吃饭，担心他出什么事，所以上来看看。林父急忙解释，语气有些慌乱。他没事，就是有些累了在休息。你们以后没事别来打扰我们。我语气冷淡地说完，便转身进了房间。看到我这般态度，他们也没敢多说什么，悻悻地转身下了楼。夜幕再次降临，我依旧躺在白绝圈出的温暖角落里。没过多久，房间外就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响。我立刻坐起身，警惕地看向房门，门被人缓缓推开。白绝的蛇鳞在昏暗光线下泛着淡淡银光，恰好映出他们手中闪着寒光的匕首。见我早已端坐在那里等着他们，两人也不再伪装，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神色。林妍，今天这条蛇必须死！倩倩是你的姐姐，为了她，你不能阻拦我们。是那只狐狸告诉你们这样做就能复活林倩的是吗？林倩根本就是被他害殒命的，你们居然还相信他的鬼话。他们眼中闪过一丝犹豫，但很快就被想要救活林倩的疯狂所掩盖。不管他是不是在骗我们，为了倩倩，我们总要试一试。林母更是哭着对我嘶吼，为了倩倩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只要能让倩倩回来，就算付出再多代价都值得。话音刚落，他就举着匕首朝着我怀里的白绝狠狠刺来。我立刻抱紧白绝，猛地转身护住他，顿时肩膀上传来尖锐的痛意，一击未中。林母拔出匕首，还想再次刺来，浓烈的血腥味刺激到了沉睡中的白绝，他猛地睁开眼睛，巨大的尾巴一甩，将两人重重地扫下了楼梯，房门都被这巨大的力道撞得粉碎。如此沉重的一击，他们两人根本无法承受，而我肩膀上的伤口不断冒血，很快就浸透了衣衫。就在这时，李火像个胜利者一般出现在了门口，他却没有注意到，此刻窗外的天空早已黑压压一片，乌云翻涌，一道道银色的闪电在云层中穿梭，蓄势待发。林妍，看看你现在这副狼狈的样子，你这条破蛇真是没用，居然让你受了这么重的伤。我脸色苍白，强忍着剧痛抬头看向他，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李火轻蔑地笑了笑，正准备开口嘲讽，一道闪电突然从窗外劈下，带着淡淡紫光的闪电又急又准，径直劈在了院子里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，惊得李火浑身一颤。作为修炼多年的兽人，他对天雷有着刻在骨子里的畏惧。这是天雷，林妍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居然帮他引来天雷渡劫，你以为渡劫有那么容易吗？这世间千百年都没有修炼的兽人渡劫成功过，你这是在把他往绝路上逼。李火满脸震惊，语气中带着一丝难以置信。我怀里的巨蟒因为天雷的威压变得急躁不安，我紧紧地抱着他，轻声安抚，别怕，有我在，用不着你多管闲事，大不了就是一同生死魂消，反正天雷已经被引来，除了白绝，其他所有生物都会被天雷销毁。我语气平静，早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李火见状，立刻想要转身逃跑，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离开这个房间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他满脸惊恐地看向我，没什么，只是用积攒的分数换了些小道具而已，比如这个结界。林妍，你就这么恨我，恨到不惜同归于尽，也要置我于死地。李火，你未免也太过高看自己了，有爱才会有恨，
我对你早已没有任何感情，我只是为上辈子自己的惨死感到不值，如今不过是顺便报个仇罢了。我语气冰冷，不带一丝波澜。林言，你这样做，自己也会死的。我知道。我平静地看着他。你以为我是怎么引来天雷的？这还要多谢你。上辈子临死前，我才得知了这场末日背后的真相。千百年来，没有一个兽人能渡劫成功，所以天道才安排了这场末日大清洗。而我死前与系统做了一场交易，我重生归来，帮他们成功促成一名兽人渡劫。这是天道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次机会。若是失败，这场末日将会吞噬所有生命，重新孕育新的生灵。现在就是见证这场交易成败的时刻。李火双眼赤红地瞪着我嘶吼：“疯子，你真是个疯子！”我淡淡的看着他在结界里焦躁不安、四处冲撞的模样，他不停地攻击着结界，想要逃出去，可这一切不过是徒劳。第一道天雷轰然落下，我立刻动用分数换来的护身道具，替白绝挡下了这一击。天雷一共9道，我手中所有的分数也只够替他挡下7道，身旁的离火可就没有这般好运了。仅仅1道天雷，就差点将他劈回狐狸原形，浑身焦黑，狼狈不堪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扛住几道天雷，说不定你扛过9道天雷，也能一举渡劫成功呢。我这也算是在帮你了。我嘴角溢出一丝鲜血，看着李火，笑得有些癫狂。李火瘫坐在地上，眼神涣散地看着我，一口鲜血从嘴角喷出，只来得及再次吼了一句：“真是个疯子！”第2道。第3道天雷接踵而至，虽说有道具护身，但我终究只是肉体凡胎，每一次抵挡天雷的冲击，都让我受创极重。白绝看着我一次次因他受伤，双眼变得通红，疯狂的想要扭动身体，将我附在身下。我死死地抱着他，在他耳边低声安抚：“乖，马上就结束了，没事的，你千万别动。”第7道天雷落下后，我手中的护身道具已然全部用尽，身旁的离火早已被天雷劈得不成人形，浑身没有一块好地方，却依旧不甘心地瞪着我，直到最后一口气咽下，彻底没了声息。有道具的层层防护，白绝的伤势并不算重。眼看第8道天雷即将落下，我毫不犹豫地挡在了他的身前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被一个冰凉却无比坚实的怀抱拥入怀中，白绝竟生生拔下了自己身上的逆鳞，护在了我的身上，然后紧紧地抱着我，硬生生扛下了这道天雷，堪堪撑过第8道天雷，只剩下最后1道了。此时的白绝头顶已然鼓起了2个对称的小小犄角，晶莹剔透，泛着淡淡的银白色光芒。我强撑着最后一丝力气，对着他笑了笑：“看来我的小蛇要渡劫成龙了。”每一个字出口都伴随着一口鲜血溢出，最后1道雷光闪过，伴随着震天动地的巨响。我模糊的视线中看到白绝的嘴一张一合，似乎在说着什么。随后，一个带着微凉触感的吻落了下来，那份浓烈到震耳欲聋的爱意席卷了我的所有感官，可我却已经什么都听不到了。几天后，人们对几天前的雷电仍心有余悸。前几天那场旱雷真是吓人，感觉整个大地都在震动，可不是吗？当时天气还冷得要命，这雷来得又快又突然，我还以为是地震了呢。不过好在那晚的雷劈完之后，气温倒是慢慢恢复正常了，我们终于不用再担惊受怕了。我还听说有兽人渡劫成功，化身为龙了，这可是千百年都没有过的事情，说不定就是因为他，末日才结束的。真的吗？那这位兽人也太厉害了，我们能活下来，还要感谢他呢。街道上行人往来不绝，渐渐恢复了末日前的热闹景象。兽人依旧存在于这个世界上，只是这一次，他们与人类和平共处，互不侵犯。一处环境清幽的别墅小院里，我正恼火地拿着锄头，在院子里来回挖坑。白绝，你自从化龙成功之后，就染上了这些破毛病。我的珠宝首饰，你到底都给我藏哪儿去了？我只知道狗有挖坑藏食物的习惯，你怎么还学起狗狗来？挖坑藏私房钱了？不对，是藏我的珠宝。白绝身形一闪，瞬间出现在我的身后，伸手将我紧紧抱住，另一只手则轻轻抚上我的肚子，语气带着几分委屈：“妍妍，你别生气，小心动了胎气。我也控制不住自己啊，就是忍不住想把所有亮晶晶的东西都收藏起来，尤其是你的东西。”我转过身，精准地薅住他身后那条还没完全收回去的龙尾，脸上露出一抹奸笑：“控制不住是吧？既然控制爱好这么难，那就学习一下，好好控制自己。先罚你500年，不许挨着我。”不要啊，妍妍。我错了，老婆，我真的错了。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那是幸福的温度。